2024年2月21日，太乙马木过世了。绰号白毛的他呢，当了10年的沙拉越州元首，之前呢更是沙拉越的首席部长，而且呢一当就当了33年。如果我们将这2个时期加起来，他在位的时间呢可是高达43年。那大家不要忘了哦，马来西亚呢也才成立60年了，这就代表呢沙拉越有2/3的时间都跟他有关，所以呢他也是全国唯一曾经跟所有首相共事过的政治人物，是不是很厉害嘞？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呢你可能是不知道的，其实啊太乙跟马哈迪啊几乎都是同期出道的哦，他们2个人都是政治强人，都有权威的影子，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这2个 bro 都有一些不言而喻的默契。今天呢我们荧光笔呢就要给大家来鉴定太乙的功与过，也来回顾一下到底呢太乙是怎么样跟马哈迪一起强势崛起啊。是的，马哈迪的戏份呢依然是很重啊，也是摆脱不了的啦。迷恋马哈迪的这个政治故事的朋友可以看这支影片或这支影片。太乙刚刚过世没有多久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了一支影片，就是关于太乙马木的一些冷知识，对于他的那个背景啊还有政治的生涯的发展呢还是有很多人非常的好奇，所以呢我们就答应大家要做这一支影片，让大家来好好认识他。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话说呢，出生于沙拉越梅里的太乙马木呢，他是一名马兰诺，也就是马拉闹的穆斯林。来自中产家庭的他呢，从澳洲大学毕业之后呢，就选择回到马来西亚，并投入沙拉越的政坛。如果你看过荧光笔的马哈迪专题，就知道啊，马哈迪呢，他是在1964年第一次当选国会议员的。这个太乙哦，竟然比马哈迪早1年哦啊！马哈迪输了。他在1963年的时候呢，就当上了沙拉越的州议员，甚至呢是直接当官，成为了沙拉越州内阁部长。各位，当时他才27岁呢，不吹。虽然呢，他照片上看起来好像很稚嫩哦，不过呢，他跟马哈迪呢有一点是很像的，逼宫。是的，年纪轻轻的太乙呢，也曾经参与逼宫哦。马哈迪呢就是逼宫国父啦，而太乙呢则是逼宫沙拉越首席部长。话说呢，沙拉越的第一位首席部长呢是泰雅族的 Stephen Kalong Ninkan， 但是呢，Ninkan呢始终是跟联邦政府呢处得不是很好，因为呢他跟首相，也就是当时候的国父敦固阿卜杜拉曼呢，在很多的政策上啊都有出现了意见上的分歧，比如说国家的语言政策啦，沙拉越的土地政策啦，沙拉越的特殊地位啦，策换殖民时代的公务员等等等等。那因为呢他拒绝事事遵从联邦嘛，结果呢就惹得国父非常的不满。于是呢1966年刚满30岁的太乙呢就跟21名的这个州议员决定机票买一买飞往 KL， 他们宣布要对宁看发动不信任动议，而首相敦固呢也促请宁看辞职下台。结果呢宁看就被沙拉越州元首革除了，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1966年沙拉越宪政危机。至于之后呢联邦跟这个宁看一来一回的这个权斗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哈。反正那个结果呢，就是这一个飞去吉隆坡逼宫首席部长的动作呢，也间接打开联邦出手干预沙拉越的这个缺口。因为之后呢，联邦政府呢还透过国会修改了沙拉越的宪法，借此改变沙拉越的权力结构。时间来到1970年代，沙拉越首长被换掉之后呢，太乙随即就转战国会议席，并且呢在吉隆坡出任内阁部长。而他的权力的巅峰呢，应该就是当上国防部长的那一刻了。不过呢，他并没有一直待在国家的权力核心哦。1981年，太乙呢就决定呢要重返沙拉越。他为什么要回去？联邦的部长不好当吗？这是因为啊，当时候的沙拉越首席部长，也就是他的阿姑舅舅拉曼耶古即将卸任。那当时候的权力分配是这样安排的：这个外甥呢就回去接舅舅的这个首长大位，而这个舅舅呢就转任沙拉越的州元首。只是呢，大家万万都没有想到啊，这名外甥呢居然会坐在首长大位上长达33年，从1981年呢就到2014年。那1981年这个年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没错，1981年呢也是马哈迪当上首相的那一年哦。无论如何，太乙刚出任首长的初期呢，还不是强势的这个领导人，因为呢他的内阁班底呢很多都是舅舅的人马，再加上呢他跟他这个舅舅哦也不是处得很来的啦哈。那太乙呢他就不太认同他舅舅所留下来的政策，而舅舅又觉得这个外甥不够好，结果呢这2个人呢就搞到关系决裂了。
于是呢，还有影响力的这个拉曼耶古呢，就决定拉泰义下台，支持舅舅的部长们呢就闪电辞职，然后呢，他们在暗中召集28位的这个州议员，大家也是一样啊，机票买一买了就飞去 KL 的这个 Mingkot Hotel 明格酒店，他们要向泰义呢发动这个不信任动议，舅舅逼宫自己的亲外甥，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1987年 Mingkot Affair 明格事件了。那是不是很像 Sheraton Move 嘞？历史呢就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在重演的只是从一间 hotel 换到另一间 hotel 而已。不过呢，逼宫首长这件事情呢，泰义才是真正的仕途老马，因为他知道沙拉越换不换首长，联邦的态度非常的关键。根据媒体报道，当时候呢，两派人马呢其实都有去寻求这个联邦政府的支持的，而他们两边呢也都先后跟首相马哈迪见了面。但是呢，这一次的马哈迪呢就不像国父了，他并没有催促首长辞职，这等于呢是帮泰义保留了一些反击的空间。接着呢，技高一筹的这个泰义呢就告诉马哈迪说，他想要重选，然后呢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解散了州议会，然后进行闪电大选。结果呢，两派人马呢正式分裂，而国政主席呢，也就是马哈迪，则选择帮泰义助选。那获得首相莅临的他呢，也就顺利的过关斩将，并且呢重新掌权。那这名外甥呢，成功打败了舅舅之后呢，也越战越勇哦，从此就奠定了这个泰义的不败记录，正式崛起成为一方之霸。我们呢是没有随口乱说的哈，你来看看他历届的战绩是不是很厉害？州选62席赢60席，国会还全雷打28席完胜，根本是没有人可以 fight 得过他。那之前我们做这支影片的时候呢，其实就有很多沙拉越朋友呢留言跟我们说虽然呢他也有一些贪腐的争议啦，不过呢他还是很有用心的去保护了这个沙拉越的。比如说他很努力的杜绝种族政治，所以呢沙拉越呢也是全国唯一没有巫统或马华的地方。那这个论调呢，其实也获得蛮多的专家认同的。不过呢，大家会不会很好奇为什么他要杜绝嘞？而且呢，既然这个联邦政府有办法影响沙拉越的政局，那为什么联邦政府还愿意给泰义这么高的政治自治权呢？根据泰义自己的说法呢，沙拉越的多元呢是源自于他对于多元社会的坚持，因为他深受这个国父的启发还有影响。那这一点呢，就有点难验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 friend 还是不 friend 所以是蛮抽象的，我们就不要太考究了。不过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好解释的原因，那就是马哈迪咬还可以啦，因为呢他跟马哈迪的这个关系呢还不错，所以呢联邦政府呢就没有太干预沙拉越的政治，或者呢是说的更直接一点，这是两个人的政治需求和交易。怎么样这个交易法呢？那听好喽以下都是一些学者的一些整理啦参考看看。泰义曾经长时间在吉隆坡担任内阁部长，所以呢联邦政府就认为呢泰义是一个可靠的人。第二，由于呢泰义长时间呢担任内阁部长，所以反过来他应该也非常了解联邦或马哈迪的需求。第三，主动向联邦政府展示忠诚，比如确保马哈迪知道他是忠诚的一份子，让联邦理解沙拉越绝对没有二心。四，其实马哈迪呢已经自顾不暇了，想要干预也是很难的啦1987年呢，当泰义和舅舅们权斗的时候呢，当时的巫统主席马哈迪也是深陷于巫统的党争之中的，他的党内地位呢受到来势汹汹的东姑拉扎类挑战，所以呢巩固自己的地位呢都来不及了，马哈迪哪里还有心思呢去干预沙拉越嘞？五，因为沙巴已经先出事了，怎么说出事嘞？那1990年的时候原本属于国政的沙巴州执政党 PBS， 也就是沙巴团结党呢，突然就在选举的前夕呢退出了国政，抛开了马哈迪，改跟这个东姑拉萨类呢所领导的在野联盟人民阵线合作。选举开打，你才来跟我讲退出，这一招呢是狠到连马哈迪也是措手不及的原来还有过这样子的时候，搞到呢这个马哈迪呢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个沙巴的政治叛变。那以马哈迪这个务实的这个个性他怎么可能同时会去对抗沙巴还有沙拉越呢？更何况沙拉越和泰义都已经是向他展示忠诚了嘛，所以都要洗包有喜欢洗咯。六，只有忠诚是不够的，泰义呢也要提供足够的 numbers 给这个马哈迪。什么 numbers 嘞？当然就是国会议席的 number 啦。只要泰义呢可以一直帮国政赢下很多的国会议席，确保沙拉越一直 back up 马哈迪政府，让国政可以放心的执政，那么马哈迪自然也不会去干预沙拉越咯。七，长期维持良好的关系，比如不要挑战联邦的政策了，不要惹怒马哈迪了。如果一发现的关系有一点点的猜疑呢，就赶快的安抚一下，好像帕托那样。反正呢，总的来说呢，沙拉越的政治自治权呢，没有巫统也没有马华，某程度呢是马哈迪给泰义的政治回报。
好，那其实呢，一个人在位这么久啊，除了贡献，一定也会有争议的一面的嘛。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来说说贡献的那个部分啦。其实呢，沙拉越在太乙出任首长的期间呢，经济上确实是有一些成长的。比如呢，他靠着沙拉越丰富的这个天然资源呢，例如说是木材啦，或者是石油啦，推动经济成长。同时呢，他也批准了很多的大型工程，比如沙拉越再生能源走廊 SCORE 水力发电的大型水坝，将大面积的森林呢转化成为油棕园等等。不过呢，这些经济发展其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问题的，很大程度呢也破坏了沙拉越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同时也大范围的侵蚀了原住民的传统用地，原住民的生活因此也受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击。接着呢，就让我们来聊聊全马甚至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贪腐争议了。很多的沙拉越人呢都公开指责太乙说他滥用首长的职权，让自己或者自己的家族致富。连瑞士呢也有一个维权组织呢是常年在指控太乙和他的家人涉嫌贪污的问题。他就是布鲁诺曼瑟基金会 （Bruno Manser Fund）。那这个组织说呢，太乙的这个家族拥有海内外数百家的公司以及数十亿的资产。哪怕太乙呢才刚刚去世，他们也敦促马来西亚政府必须要立即冻结这一个太乙的资产，并且要彻查他的贪腐争议。I work for the Bruno Manser Fund in Switzerland. We are a NGO and w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and assist indigenous peoples in Borneo. Today, we're releasing the explosive report Corruption Management Sarawak, Jayamata Sarawak and Malaysia's Type Family. 无论如何，太乙跟他的家族呢都已经驳斥相关的指控，甚至呢还发动法律诉讼起诉对方诽谤。那至于太乙本人到底是怎么样回应的呢？尤其是被外界质疑自己的生活很奢华，他是怎样去否认的嘞？ My family and myself are doing well.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exploitation, taking anything out of this country. It's normal business. I had to do business outside more than 30 years ago. If I do business inside the country, people will say I use my influence to enrich myself. So we did it outside. If you got talents, you got some money, you can really build good business. But you don't have to be corrupt to do this one. What I call entrepreneurship has its own reward. Over 30 years, anybody can get rich. Well, what do you mean by lavish? Let's see, anybody who goes to Sarawak will see. There's no more thatched roof. And the number of houses to be built are mushrooming everywhere. Good quality houses are there all over. I'm one of them. There are houses that are much better than mine. If we're doing bad things, I would not have lasted long time. You can't hide crimes. You can't hide malpractices for nearly 50 years. 当然，太乙怎么说是一回事，马来西亚反贪会 MACC 是否有采取行动才是争议的关键。尤其是马来西亚开始面对网络还有新媒体的崛起啊，资讯开始越来越流通，太乙的争议呢也开始浮出台面，已经是浮到不能再浮了，已经是满出来了啦。所以呢，新媒体和 MACC 呢也开始积极的追查太乙。以下呢是当年网络新媒体近乎破天荒又勇敢的追访。The so-called proof could it not be someone try to promote themselves to become an agent to get favors from me? It's nothing to do with me, right? Do you mean that there is no such case in it? The no selling of NCR land? You know, way back in 1980s, I was in charge of forestry. People say, oh, somebody wants to sue you. I make public declaration. I make nobody as my intermediary. How about your cousin saying that you're selling the land and then she is easily told to you about the land, selling the land? Do you know that cousin? I don't know. Do you find out what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ther and me? Is it friendly or not? We were fighting at one time. Are you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m? Why they don't deserve my cooperation because they've been quite many. 那么 MACC 又怎么说呢？那尤其 MACC 都已经多次的表明，他们已经开档调查太乙，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下文这样子的？他们是真的有追查的吗？答案是有的，不过 kita dah buka 15 file sasakan kat Datuk Mahmud sejak 2000 berapa orang tak. Masalahnya ialah Datuk Mahmud tak buat keputusan. Dia tak declare, dia tak buat keputusan. Maksudnya dia tak sit for the meeting. Dalam undang-undang, seseorang yang sit for the meeting and make decision baru dikira salah guna kuasa. Tapi dalam kes ni tak ada satu kes pun
yang dia chair meeting dan buat keputusan. Yang tak membenarkan kita ambil tindakan kalau dia tak buat keputusan.2014年的2月28号，当了33年首长的太毅选择下台了。不过呢，隔天也就是3月1号，他就跟舅舅一样改出任沙拉越州元首，开启了他10年的州元首生涯。他也很确实的退居了幕后，鲜少出来发言。I'm very happy that everything goes very smoothly. My colleagues understand my reason for stepping down. And as far as I've been able to gather, they're quite happy to see that things would continue like before. 不过呢，在他担任的州元首期间呢，就刚好遇上了2018年马来西亚首次的政党轮替，于是呢，就有很多沙拉越人就很好奇啦，二度当上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迪2.0会不会像追查 Najib 的这一个 1MDB 那样积极的追查太毅嘞？以下是马哈迪的回应。Up to this moment, there was a lot of talk, but no proper report. So we have not taken any action just yet. But if the Sarawak people wish us to take action, then they can make a charge or they can complain and we will look into their complaint. Thank you. The Sarawak people in Miri has lodged a report at MACC Miri. So Okay. involve MACC. Thank you. Thank you. 好啦，听完了这一段，你觉得马哈迪有没有回答到沙拉越人的疑问呢？有还是没有？请留言。无论有没有都好了哈，反正太毅跟马哈迪呢都是来自一个非常特定的强人时代。他们执政的时候呢，做了很多的事情，有好的也有坏的，有保护的，也绝对有伤害的。今天太毅已经离开，代表沙拉越的强人时代已经正式的结束。尤其是现在的大环境也已经不一样了，无论是媒体的自由啦、民主的深化啦，沙拉越应该是不会再出现另外一个太毅马木了。那我们就期许呢，在这一个东马崛起的时代，沙拉越可以放心打开太毅过往所施予的保护枷锁，走向更多元、更民主、更进步，甚至成为全国模范生的美好未来。如果你是沙拉越的朋友，你会觉得我们整理的怎么样？如果我们有没有讲到的东西，请帮我们补充一下下。不知道我们今天这支影片你喜不喜欢呢？按 share、like、subscribe， 或者是一杯奶茶的钱支持我们做更多的影片，加入会员吧 ，baby。如果还没有 follow 我们其他平台的朋友，也是一样可以 follow 一下啦。我们荧光笔呢是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做一支跟马来西亚的社会文化历史相关的影片，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还有多多的支持。我是英英，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敲碗打星，敲碗打星，记得敲碗打星。